太师府连个正经嫡女都舍不得出，竟塞了个养在乡下10年的弃种来给本王冲喜。江文远那老家伙是真的活腻了。我叫江宁，1个时辰前，我还在城郊的庄子里，太师府的人强行把我灌下绝嗣五毒散，塞进这吃人的摄政王府。王爷若是嫌我脏了这王府的地，大可一剑杀了我。杀你？哼，那岂不是太便宜了江家？本王要把你拔光了指甲，削成人质，明日一早送回太师府大门前。那王爷恐怕要失望了。你找死！定远营副将赵毅，先锋官孙长明，左护军李贺，戊戌年3月初5，密信编号天字73。这3个王爷最信任的部下，把玄甲军的布防图卖给了北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太师府送来的替死鬼，也是能帮王爷揪出内鬼的人。绝嗣五毒散，太师府为了控制我，在新婚夜给我灌下的剧毒，无药可解，终生不孕。太师要我3更死，我偏要借王爷的刀，留他活到5更天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王爷，这笔交易你做不做？好一个太师府的庶女，好一个借刀杀人！来人，传本王令，王妃深得本王喜爱，即刻起阴居听风阁。没有本王手令，任何人不得探视，违者杀无赦。是。我不仅活了下来，我还成功的把太师府的这把火烧到了谢渊的眉毛上。江文远、江雪，你们欠我娘的，欠我的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妹妹命可真硬啊，去了那修罗场，竟还能全虚全伪的回来。放肆！太师府就是这么教嫡女规矩的吗？见了本王妃，为何不跪？让我给你跪！江宁，你不过是个替我挡灾的，你真把自己当摄政王妃了！雪儿，闭嘴！宁儿，那件事儿办妥了吗？谢渊他可有毒发之兆？父亲给的绝嗣五毒散药效极好，女儿不仅新婚夜就让他喝了下去，而且我还告诉他，这药是太师府秘制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！你竟敢出卖家族！谢渊那个疯狗若是知道……父亲怕什么？王爷若是死了，太师府可是首功。王爷若是没子，那也是我这个替嫁的庶女办事不力。这不正是父亲送我上花轿时的还算吗？榨干我最后一滴血，无论成败，太师府都立于不败之地。孽障！我今日就打死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眼狼！本王的王妃也是你能打的。摄政王殿下，老臣参见殿下。王妃回门，怎么也不等本王一同前来。若是被什么不长眼的阿猫阿狗伤了，本王可是要心疼的。王爷来得正好，父亲正教训臣妾呢。姐姐也觉得臣妾这王妃的身份不配让她下跪。大萧律例第74章，见一品亲王及王妃不跪言语折辱者，杖责50，流放3000里。来人！在！父亲救我！王爷饶命啊！王爷息怒，雪儿只是一时糊涂，绝无冒犯王妃之意呀。求王妃念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饶她这一次吧。饶她？可以。3日前，你的贴身侍女翠儿去城东黑市买了1包红颜枯，
这毒若是下在我的回门茶里，我此刻已经是一具毁容的毒尸了吧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那就是太师大人的意思了。翠儿这丫头，竟敢背着主子行此恶毒之事，死不足惜！来人，将他乱棍打死！既然误会解开了，那我们就来谈谈正事吧。我母亲当年留在太师府的全部嫁妆，以及苏家祖传的那套赤金头面，今日我要一并带走。宁儿，那是江家的产业，那是苏家的东西。一炷香的时间，我要看到所有东西。少一礼，明日玄甲军就会来查抄太师府的账房。太师听不懂王妃的话吗？还不快去！借本王的事，去抢你母亲的嫁妆。江宁，你胆子很大。王爷难道没有收获吗？刚才在正堂，王爷的人借着搜查刺客的名义，已经把太师府的书房翻了个底朝天吧？哼，跟聪明人合作，果然省心。不过，你要这些俗物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有了钱，我的刀才能磨得更快，才能帮王爷把那些藏在暗处的烂肉一块一块的剜出来。果然是他。王妃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连本王都不能看。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罢了。王爷深夜造访，总不会是为了来查臣妾的账本吧？你今日在太师府提到了红颜窟，那种毒出自西域黑市，京城中能拿到它的人不超过3个。江宁，你一个被养在乡下10年的庶女，为何对黑市的勾当如此清楚？王爷觉得，一个在庄子里连残羹残告都吃不饱的庶女，如果不自己找点温路，能活到及笄，甚至活着坐上您的花轿吗？既然我们已经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也不妨给王爷交个底。我手里有一张网，一张能帮王爷网住京城所有魑魅魍魉的网。本王生平最恨别人故弄玄虚，你那张破网能网住什么？能网住兵部尚书赵明奇。口出狂言！赵明奇虽然贪婪，但做事滴水不漏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是太师府城南一处当铺的流水。赵明奇每个月都会派管家用不同人的名义在这里死当一批生铁，而这批生铁的去向正是城外的黑市。王爷前线将士的刀剑一砍就卷刃，而敌国北敌地骑兵啊，最机微两小铁没打造的弯刀，王爷难道就没查过这军械库里的平铁的去向？赵明奇，他竟敢拿我玄甲军将士的命去换北敌的银子！不仅如此，我还知道他准备在3日后的皇家春猎上对王爷动手。王爷在朝中势力太大，太师和兵部早就将您视为眼中钉。春猎围场人多眼杂，是最好的刺杀地点。他们已经买通了围场的3教校尉，准备在您的马鞍和弓弦上做手脚。好，很好。本王正愁找不到借口砍了他那颗狗头。既然他想玩，本王就在春猎上陪他好好玩玩。江宁，你提供这些情报，想要什么回报？我要他死。赵明奇贪墨的军饷里，有一部分是用来镇压南疆叛乱的。当年南疆平叛，死在战场上的有我娘当年的旧部，他们不该为了这种贪官的私欲而死。这是摄政王府的暗卫通行令，
春猎那日，本王会把戏做足。你带着你那张网，给本王把赵明奇通敌的铁证钉死在大殿的龙柱上。王爷放心，臣妾保证春猎一定让他赵明奇有去无回。春猎是。不好了！摄政王殿下坠马了，有刺客！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摄政王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朕要你们全都陪葬！陛下息怒，摄政王殿下吉人自有天相。只是，如今刺客还未抓到，围场大乱。为了保卫陛下龙体，臣恳请陛下暂收玄甲军兵符，交由微臣统一调度，护驾回宫。陛下，赵大人所言极是，国不可一日无将，玄甲军群龙无首，极易哗变，唯有赵大人能暂时稳住大局啊。赵大人想要兵符，不如先问问本王妃答不答应。王妃，前朝议事，后宅妇人怎可干政？还不快退下！陛下受惊了，这里交给臣妾。赵大人说是为了护驾，可本王妃怎么听说那马鞍里的3根毒针，还有弓弦上涂的软金伞，都是赵大人的手笔？王妃休要血口喷人！臣对大萧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你竟敢在陛下面前污蔑官，该当何罪？污蔑，好一个忠心耿耿！去年腊月初8，你以修缮兵器为由，从国库调拨10万斤精铁，转手以3倍高价卖给北狄左贤王。这是你的第1封通敌密信。今年正月初5，你将南疆平叛的路线图泄露给叛军，泄露导致定远营3000将士在落雁谷全军覆没。这是你的第2封亲笔信，13封亲笔信，5万两通敌银。你拿前线将士的血肉，拿大萧的国门，换你赵家满门的荣华富贵。赵明奇，到底是你该当何罪，还是我该当何罪？太师救我！这些都是伪造的，是这个妖女陷害我！乱臣贼子，死不足惜！老夫竟瞎了眼，没穿你这土地畜生！老臣失察，险些酿成大祸，请陛下治罪。太师这一刀劈得可真够快的，是急着替大萧清理门户呢，还是急着杀人灭口啊？本王不过是睡了一觉，太师和赵尚书就给本王演了这么大一出戏。王妃，你这网收得漂亮。全凭王爷运筹帷幄，只不过赵明安虽死，但这通敌的银子还没找回来。太师大人，不如您来猜猜，那5万两通敌银现在藏在谁家的地窖里？王妃这话，老臣怎么听不懂？与我太师府何干？太师不懂没关系，本王的刀懂就行了。传令玄甲军即刻封锁太师府城南庄子、钱庄及所有私产，掘地3尺，把那5万两通敌银给本王挖出来。若欲阻拦，就地正法。摄政王，你敢私就查抄朝廷命官的私产？陛下还在，你眼中可还有王法？本王就是王法。戏看完了，回府。赵明启死了，断了姜文远的一臂，但那5万两银子，你我都清楚，根本不在城南的庄子里。王爷明鉴，姜文远生性多疑，通敌的赃款怎么放在自己名下的产业里？那张当铺流水，不过是我用来炸他的敲门砖罢了。所以，你故意让本王去查抄城南，是为了逼他转移真正的金库。
不错，人只有在恐慌的时候才会露出破绽。他现在一定急着把银子洗白或者转移出京。天宇阁的暗卫已经盯死了太师府所有的暗线，只要他动就是死局。本王有时真想抛开你的脑子看看，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算计。不过你把他逼到了绝路，困兽犹斗，他下一步一定会咬你最致命的软肋。软肋？我一个连命都可以拿来做局的人，还有什么软肋？有，你体内的绝嗣毒。太师府不仅给你下了毒，连负责给你把脉的太医院院判也是他的人。若他以你身患恶疾秽乱王府为由，联合言官上奏，逼本王休妻甚至杀你，你该如何自处？王爷放心，我不仅知道他会拿这个做文章，我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就等他派人来取了。阁主，玉要勾了，放他进来，撤掉书房外围的3个暗哨，只留院门护卫，让他觉得是自己千辛万苦潜进来的。是。这就是你说的大礼，故意让他把你的底牌偷走？底牌？那不过是一张催命符罢了。那本名册上的名字，全都是太师府隐藏最深的死忠党羽。等姜文远拿着这本名册，在朝堂上指控我是结党营私的幕后黑手时，王爷只需要拿出赵明奇通敌的罪证，证明这名册上的所有人都是通敌同党。好一招请君入瓮借刀杀人！江宁，你竟让他亲手把自己的九族送上断头台！本王现在不想利用你了，这天下，本王要和你一起做。老臣有本要奏。太师，有何本奏？老臣要参摄政王妃江宁欺瞒皇室，秽乱王府，更是包藏祸心，意图颠覆我大萧江山。太师出门前，莫不是没吃药？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要咬，江家的家教真是让本王大开眼界。摄政王殿下，老臣虽是他的生父，但更是大萧的臣子。大义灭亲，老臣纵然心痛，也不敢负了大萧。陛下，殿下，这妖女不仅身怀绝嗣之毒，根本无法为王室绵延子嗣，她更是暗中培植了一个名为听雨阁的杀手细作组织。这本名册便是他结党营私、意图谋反的铁证，请陛下过目。哦，这名册上的人可真是不少啊！户部侍郎周大人、京兆府尹李大人、禁军副统领张将军。太师，你确定这些人都是王妃的同党？千真万确，这册子乃是老臣派人冒死从王妃的暗阁中搜出，上面详尽记录了这些人与听雨阁的暗号交接，他们早被江宁收买，成了他的群下之臣，谋反之任。太师，下官冤枉啊！下官与王妃素不相识，怎会是他的同党？周大人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？王妃许了你们高官厚禄，你们便背叛朝廷。今日证据确凿，容不得你们抵赖。太师大人说的对，这些人确实该死。不过他们不是我的同党，而是你的共妇。放肆！后宫妇人吴兆竟敢擅闯金轮殿，来人，把他拿下！谁敢动本王的王妃？太师费尽心机让姐姐潜入王府，就偷了这么一本我早就备好的死亡名单，真是辛苦了。你说什么？臣妾今日擅闯金轮殿，只为给大萧、给陛下、给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呈上一份真正的铁证。太师刚才呈上的名册里有户部侍郎周大人的名字，巧了，臣妾这里有一封周大人去年倒卖粮草给北狄左贤王的亲笔信，名册上还有京兆府尹李大人，臣妾这里也有他替北辽细作伪造通关录制的卷宗。太师大人，
您名册上写的这17个人，全都是坑杀我大萧将士叛徒，而这17个人的所有指令，都来自同一个人——当朝太师姜文远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，老夫要杀了你！老匹夫，你的对手是本王。传本王令，太师姜文远勾结北狄，意图谋反，及其名册上党羽17人，即刻打入死牢。明日午时，午门斩首。太师府上下一个不留。遵命。谢夫人，这第一步棋下得痛快吗？痛快至极。不过王爷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是太师府的嫡女，我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你们不能杀我！宁儿，好妹妹，你救救我，去跟摄政王求求情啊！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，我是你嫡亲的姐姐啊！嫡亲的姐姐，大婚前夜你往我的饭菜里下绝嗣毒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流着一样的血？10年前，你母亲为了立威，在大雪天罚我娘跪在碎瓷片上，你躲在廊下嗑瓜子笑出声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你全都知道，你从一开始恢复就是为了拉我们下地狱，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孽障！太师这一生最大的错误不是没杀我，而是把大萧的律法、将士的性命，把天下苍生的公道，当成了你往上爬的踏脚石。你以为你输给的是我吗？你输给的是定远营那3000个因为你泄露机密而惨死在落雁谷的冤魂，是那些在边关冻死饿死，连一把完整的刀都分不到的戍边将士。我不过是替他们来向你讨这笔债罢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公道，这世上哪来的公道？承光败寇！你以为你赢了？血渊不过是利用你，你体内的毒无药可解。一个生不出孩子的王妃，等你失去了利用，你的下场只会比老夫更惨。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。太师恐怕要失望了。本王哪怕断子绝孙，这辈子也只要江宁一人。至于你，就不必在黄泉路上等了，因为本王会让你魂飞魄散。大仇得报，怕见血吗？他们流的血比起落雁谷的3000将士太少了。乱臣贼子，天理难容。今日本王妃代天巡秀，以这满地逆贼之命，告慰我大萧九泉之下的忠魂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天下终究还有一丝公道在。结束了，江宁，你自由了。这是听雨阁刚刚整理出来的名单，京城6部中仍有4家世家大族在暗中串联，意图罢市罢朝，逼王爷退兵权。罢市、罢朝，这些寄生虫，真以为没了他们就转不动了？王爷不可轻敌。他们手里握着京城近80%的粮仓和布行，一旦联手哄抬物价，不出3日，京城百姓就会断粮。到时候民怨沸腾，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执掌大权的王爷您。他们赌的就是王爷不敢在这个时候动用武力镇压，一旦见血，便坐实了您暴虐专权的恶名，软刀子杀人。那依王妃之见，这软刀子该怎么折断？世家之所以能垄断，是因为大萧过去的推恩令形同虚饰，寒门学子无求官之路，经商之人无通商之权。他们借着家族庇护偷逃税役，而世家却富可敌国。他们要罢，那就让他们彻底回老家。王爷，臣妾想借您的名义下一道求贤新政令。
哦，说来听听。广开言路，设立招贤馆。第一，凡有德有才之士，不论出身寒门还是平民，皆可入京赶考，合格者直接补缺6部空职，彻查京城粮仓，推行官办评价粮。世家敢关门板罢市，王爷就打开国库陈粮，以市价70%对百姓授受。这一刀下去，不仅能彻底割掉世家的腐肉，更能为大萧选拔出真正懂得民间疾苦的清流脊梁。王爷，这天下的权力该换个活法了。江宁，本王有时候真的怀疑，你这具身体里到底装了一个怎样的魂魄？你不是在帮本王抓内鬼，你是在替这天下的寒门百姓向弑君门王法宣战。臣妾只是不想看到将士用命换来的太平，最后成了这些蛀虫纸醉金迷的筹码。大萧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，不是世家的天下。这道新政一旦颁布，王爷将成为全天下世家的眼中钉。您敢不敢陪臣妾赌这一局？哈哈哈哈！本王连阎王爷的命都敢收，区区几个世家门府能奈我何？这道令，本王今日就签。来人，传本王手令，封锁京城4大粮仓，敢有囤积狙击者斩。同时，将王妃的求贤新政令抄写1万份，贴满大西每一个州府的城墙。臣妾参见陛下，不知陛下深夜密诏，有何偏殿私房话要对臣妾说？你胆子很大，你居然真敢一个人来见朕！臣妾身为王妃，皇令难违，有何不敢？闭嘴！你口口声声说这天下是朕的，可现在的京城人人只知摄政王与王妃的求贤新政令，谁还记得龙椅上坐着的朕？你们荡平了门阀，收拢了寒门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逼朕禅位，把这大萧的国号改姓谢，或者改姓江？陛下以为若没有王爷和臣妾，您现在还能安稳地坐在这张龙椅上？太师姜文远在位时，通敌卖国，架空朝廷。若不是玄甲军在前线浴血奋战，北狄的铁骑早就踏碎了这金銮殿。您的项上人头恐怕早已不保。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放过朕？朝阳长公主苏云。陛下既然查到了，又何必来问臣妾？朕查到又如何？朕才是大萧的正统，朕不想做任何人的棋子。江宁，你母亲当年奉先帝之命调查前朝龙印，可她最后却背叛了父皇，勾结姜文远做下了那场惊天宫变。你们母女3人全都是居心叵测的人。看看吧，这是父皇临终前留给朕的绝密遗诏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苏云名下的暗卫遍布天下，持前朝龙印者即可号令按手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公道，他是要光复前朝，是要彻底颠覆我萧氏的江山。陛下，先帝错了，您也错了。先帝只看到我母亲手里的龙印和暗卫，可他可曾想过，10年前大萧内忧外患，国库空虚。若不是我母亲用前朝留下的财富和暗网，暗中平定了数次地方划分，大萧的江山早就千疮百孔了。我娘想要的，从来不是什么前朝的光复，她要的是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天下。广开言路，打破世家垄断，是为了让真正有才能的寒门学子能为国效力。陛下，您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正统，可曾看过一眼边关冻死的将士？可曾听过的百姓易子而食的惨哭？朕只是想活下去，朕不想当一个随时会被杀掉的傀儡。陛下想当一个真正的千古明君吗？王爷和臣妾从未想过要皇位，这新政选拔上来的寒门清流，臣妾一个不留。
未来全都会是陛下您最忠诚的文臣武将。这大萧的中兴之主，只能是您。臣妾江宁，愿以听雨阁30万暗卫，做陛下手中最锋利的剑，外斩北敌，内肃贪官。待天下大治之日，臣妾自会解散听雨阁，归隐山林。陛下，您敢不敢信臣妾这一次？你当真不凡？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！江宁，他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还能有谁？新政断了世家的财路，他们狗急跳墙。只要今夜杀了你我，明日他们就可以伪造遗诏，说是摄政王谋逆，名正言顺的讨伐王府。王妃果然聪明，只可惜聪明人通常都活不长。陛下躲好！谁给你们的狗胆，敢碰本王的女人？摄政王，你不是在西城大营吗？本王的行踪，也是你们这群臭虫配问的。伤哪儿了？我没事，王爷来得很及时。蒋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若不是听雨阁的暗哨拼死传信，你今晚就没命了。谁给你的胆子一个人来闯这深宫大院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知道皇上心底的话？又怎么能引出这群藏在暗处的世家？陛下，您现在看清楚了吗？皇叔，陛下受惊了，臣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不是朕该谢谢皇叔，谢谢皇婶。若无皇叔皇婶，大萧今夜便要易主了。哼，有本王在，这大萧的天塌不下来。既然世家已经撕破了脸皮，那本王也就不用跟他们讲什么朝堂规矩了。赵毅，末将在，持本王令箭，率御林卫封锁九门，凡今夜出入宫门者，格杀勿论。传令全军封锁京城九门，照着死士身上的图腾去查，今夜参与刺杀的4大世家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家产冲入国库，用于新政。反抗者，就地格杀。大局已定，新政铺开，世家倒台，皇帝也彻底归心。江宁，你想要的公道，本王都给你讨回来了。既然如此，王妃那一直藏在袖子里的休书，是不是该当着本王的面撕了？你怎么知道？